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原来红枣用白醋给它泡上2天，作用居然这么厉害。老一辈留下来的土方法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做法简单，既省钱又实用，但是知道这个方法的人并不是很多。那么就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坊。红枣是我们平时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，无论是新鲜红枣还是干红枣，都是非常好吃，且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。平时我们经常把它拿来泡酒、泡水、煲粥、煲汤等多种做法，深受很多人的喜爱，并且它营养价值也特别的丰富，主要成分包括维生素、氨基酸、糖类以及膳食纤维等等。但是红枣其实它的吃法也比较多，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直接放入杯中，然后用水来进行冲泡。其实这样不能把红枣的营养价值全部释放出来，而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种吃法可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。具体怎么做的呢？准备几颗红枣，当然用之前我们需要给它洗一下，因为表面凹凸不平藏来了许多灰尘，所以加入面粉是非常不错的清洗方法。因为面粉它的吸附性特别强，能够有效的将表面的灰尘给吸附出来，直到这样将每一粒红枣上都裹上一层面粉就可以了。像这样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加入水来洗了，这样直接把红枣表面的面粉洗掉即可。因为与此同时，包裹在红枣表面的灰尘就会随着面粉而洗掉，可以看见洗过的水是特别的脏。最后再用流水冲一冲，这样就可以保证让红枣清洗的干干净净，吃起来也更加的卫生，更加的健康了。红枣洗好之后，准备一张纸巾，把洗干净的红枣放在纸巾上。接下来我们还得再次盖上一张纸巾，然后用纸巾把红枣表面的这些水分给它擦拭干净。当然了，如果阳光好，时间充裕，也可以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来晾晒干。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这里就是直接用纸巾把表面的水分擦干净就可以了，直到红枣表面不滴水就行，如视频中这样。直到将红枣表面的水分擦拭干净以后，然后给它全部放入碗中。当然，红枣个头较大，营养不容易释放出来，我们可以用牙签在红枣上面给它戳上一些小孔。当然，除了用牙签戳孔之外，还有更简单的方法，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剪刀把红枣给它剪分开，个头较大的给它剪成3-4块，个头较小的给它剪成2块即可。各位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在这里请用你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，因为你的每一个点赞、评论或者转发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哦。直到我们将每一颗红枣都给它剪开就可以，因为我们红枣是直接来泡的，因此不需要去掉红枣核，因为红枣核上面也沾染了许多红枣果肉，如果直接扔掉，那么就太浪费了。直至将红枣全部处理好之后备用，第一次量不要太多，先用它来试一试效果。接下来准备一瓶醋，最好是家里面的老陈醋，它是我们很常见的一种调味品。如果家里没有老陈醋的话，那么你可以用香醋来代替，也是可以的。个人建议使用陈醋，效果会更好哦。
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陈醋倒入红枣当中，陈醋尽量多倒上一些，直至将所有的红枣都浸泡住。当然了，晒干的红枣它会漂浮在陈醋表面，所以我们需要用筷子给它搅一搅，这样可以让每一块红枣都浸泡入陈醋当中，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。最后我们只需要用家里面的保鲜膜或者这样的保鲜套给它包起来，让红枣和陈醋处于一个密封状态下来浸泡，以免暴露在空气当中造成营养成分的流失。浸泡时间也不需要太久，2到3天即可。当然了，浸泡的时候我建议给它放入冰箱里面，防止有的地方温度过高而导致变质变味等。浸泡时间到了之后端出，撕开上面的保鲜膜，你就会闻到一股浓浓的醋酸味。当然了，我们取下来的保鲜膜不要扔掉哦，因为用过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次使用。像这样泡出来的红枣，可以看见已经被泡得发胖了，这就说明它们当中已经吸收到了足够的陈醋汁。而通过这种方法浸泡出来的红枣到底怎样使用呢？当然也可以直接这样吃，只是会特别的酸。而且还有另一种吃法，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只需要盛出一勺，然后放入杯中。当然了，也可以盛出一勺陈醋，然后把多余的红枣再次用保鲜膜包起来，以方便下次再次使用。也一定要给它放入冰箱中保存哦。接下来，如果怕酸的朋友可以加入一勺白糖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用温开水来冲泡就可以，因为经过2天的浸泡，它的营养成分已经被泡出来，所以用温水是非常合适的。最后搅拌搅拌，直至里面的白砂糖搅拌至融化，我们就可以喝了。不知道平时喜欢用红枣来泡水喝的朋友，你有试过这个方法吗？如果没有，赶紧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吧。这个是老一辈们留下来的土方法，包含了他们的智慧和结晶。坚持喝下去，你会有大大的惊喜和发现哦。如果你知道了它的作用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分享出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。这里是鹏鹏美食房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